今天要和大家聊聊一部奇幻漫改日剧《山田君与7个魔女》。故事设定在珠联私立高中，主人公山田是个问题少年，因为成绩差、反应慢，被称为全校第一差生，同学们都躲着他走。女主白石则是一个美丽善良、成绩优异的学霸校花。某天课间，两个毫无交集的人，在一次意外摔倒后，竟然互换了身体。山田在医务室醒来后，在厕所镜子里发现自己变成了白石，吓得连声尖叫。山田赶紧跑回教室，看到自己的身体在讲台前做题，动作间都是白石的风格。为了弄清楚发生了什么，山田不管老师和同学的目光，把白石带出教室。面对突如其来的身体互换，白石确定只要再摔一次就能换回去。为了不耽误接下来的学习进度，学霸白石和山田决定下课后再交换身体。但是距离放学还有大半天，学渣山田决定自己上堂特别的生物课，仔细研究女生的身体构造。接着山田遭到了各种男生的骚扰，有人偷窥，有人动手动脚，但山田不是好惹的，一个飞踢让男老师惨叫不止。摆平猥琐的男老师后，山田又遇到了更烦人的女同学佐佐木。她因为嫉妒白石的美貌和才华，总是把垃圾和写满诅咒的纸条扔进白石的储物柜。压抑的山田找到白石，说女生太可怕了，嘱咐白石以后被欺负就来找自己。白石担心因为自己被同学欺负给山田添麻烦，想赶紧和山田换回去，但热心肠的山田不愿意。他准备用自己的方法对付佐佐木。两人的对话刚好被佐佐木看到了，他嘲笑换成山田的白石居然找了个学渣当靠山。听到这些讽刺，山田再也忍不住决定教训佐佐木。没想到白石突然插手了这件事，不知情的佐佐木看到山田严厉训斥白石，吓得赶紧跑了。随后山田和白石回到上次摔倒的地方，想找回原来的身体。他们反复尝试不同摔法，但一直没成功。这时白石想起来了一个关键，之前他们摔倒的时候嘴巴一直在动，于是白石吻了山田一下。亲吻后成功换回身体的山田兴奋地跳了起来，白石依旧淡定，说要学习便离开了。这一吻似乎激活了山田的内力，他立刻跑到操场打一套拳。隔天山田找到了学霸白石，想利用互换身体的超能力让白石帮自己通过补考。因为这次补考不及格，山田就要被学校开除。正好白石不想上体育课，两人一拍即合，决定互换身体。教室里互换身体后的山田完全没注意自己用了白石的身体，竟然当众换起运动服，幸亏同学们及时提醒。作为校花，需要小心被猥琐的男生偷拍，特别是像山田这样的学渣。这时山田发现了窗外的偷拍者，为了帮自己澄清嫌疑，山田冲上去抓幕后黑手。不明所以的男同学误以为追上来的是白石，赶紧把锅甩给山田。山田气得不行，指着在教室里替自己补考的白石问：那他是谁？接着山田连环飞踢，狠狠教训了不老实的男同学。学生会副会长宫村正好看到了这一幕，原来爱管闲事的学生会正在调查为什么学霸白石不打算上大学。经过长时间跟踪与观察，中二的宫村猜测白石和山田一定是互换了身体，才会有这么古怪的举动。隔天山田刚和白石换了身体，就被宫村堵住。宫村用几道地理知识就揭穿了山田的身份，山田只能无奈地向宫村坦白了一切，还请求宫村保密。宫村爽快地答应了。作为交换，宫村要山田调查白石不想上大学的原因。身体是白石的宫村决定先做身体检查，看看白石不想上大学是不是身体问题。就在这时，白石突然出现了。他解释了自己不想上大学，因为曾被同学欺负到厌学。白石一边说，一边在宫村面前又一次通过亲吻启动了互换身体的能力。为了查清真相，宫村带他去了破旧的超常现象研究社。宫村刚一进门就想亲白石，见白石不乐意，宫村便把主意打到了山田身上。结果一亲之下，发现事情变得惊人，宫村竟然和山田互换了身体。山田又强吻宫村换了回来，也不知道是超能力太神奇，还是山田的吻太有魔力，宫村像个小妖精一样黏着山田要亲亲。玩闹时，白石发现了一本关于魔女传说的书，书里提到了珠联私立高中的7个魔女传说，但最重要的部分被撕掉了。宫村和山田根据现有的信息推测，白石是拥有互换身体能力的魔女之首。接下来他们要找的是拥有俘获人心能力的第2魔女。这时与宫村同为学生会会长候选人的小林把山田带走了，他鼓起勇气向山田表白，并直接亲了他一口。等山田回过神来，他突然发现自己失去了互换身体的能力。第2天，
宫村听说山田和小林接吻后没换身体，为了确认山田的超能力是否消失，宫村决定自己亲自试验。没想到这一吻被同学小雅撞见，小雅作为资深腐女，马上掏出手机，希望两人再亲一次。为了打破小雅的幻想，宫村编了个借口说刚才是超常现象研究会的入会仪式。听到这话，小雅赶紧自曝身份，称自己是超常现象研究迷。为了能尽快入会，小雅对会长山田就是猛的一吻。不得不说，日本真是全民中二的国家。这时奇迹发生了，先后与山田亲吻过的宫村和小雅突然都爱上了山田，甚至为争抢山田大打出手。下课时，花痴的小雅为了和山田单独相处，拉着山田去了学校封闭的教室调查魔女的事。教室门上一串锁显得很古怪，但在内推的门上加锁，是怕学生进不去吗？山田和小雅到处搜寻了一遍，结果一无所获。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，吓得山田和小雅赶紧躲进柜子里。小林和他的小跟班阿朝走进教室，开始吐槽先前通过亲吻对山田使用的俘获人心超能力，但没成功。原来小林注意到最近山田和宫村走得很近，为了获得有关宫村的情报，小林想用超能力操控山田。神经大条的山田和小雅知道小林有超能力后，竟然没意识到她是魔女，反而八卦起小林和阿朝课间私会是否在谈恋爱。画面一转，爱到疯狂的小雅和宫村联手逼迫山田在两人之间做出选择，吓得山田魂不附体。宫村决定演出绝世恋情，希望山田能给最后一吻留作终生记忆。小雅也不示弱，立刻向山田索吻。山田为了应对这两个魔人精，分别给了一吻。突然他们像是被解除封印，疯狂吐槽自己居然喜欢上了又笨又冲动的学渣。目睹这段纠结恋情的白石指出，宫村和小雅中了俘获人心的超能力。随后四个人根据今天发生的事以及小林身边一群跪舔的人猜测，小林可能挨个亲了身边的人，才会一下子在男生中变得这么受欢迎。接着聪明的白石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他把其他人甩到一边，想通过和山田接吻来验证自己的猜想。山田害怕白石和自己接吻后会中俘获人心的超能力，连忙躲开。白石不在意地说，中招就中招吧，然后轻轻吻上去。吻过后，山田和白石竟然互换了身体。无论如何，白石似乎对俘获人心的超能力无动于衷。这时小林正好在天台看到山田和白石接吻，心里涌上一阵说不清的难过。而远处一个戴眼镜的漫画少女悄悄地用画笔记录下这瞬间。经过验证后，白石和山田再次通过吻换回身体。为了让成绩不好的山田明白自己的猜想，白石利用社团的道具生动地解释了一番。原来山田有复制能力，只要魔女用超能力对他就能完美地复制这种能力。他还把这用在和山田接吻过的人身上。就在这时，阿朝冲进来问山田对小林做了什么，居然让小林迷上了山田。反应最快的白石马上解释说，因为山田能复制超能力，所以小林和山田接吻后中了自己的俘获人心的超能力。阿朝恳求山田帮小林解开超能力。山田虽然不想再亲吻小林，但别无选择。然后山田带小林进那间封锁的教室，准备通过接吻解除能力，但被小林拒绝。小林觉得为喜欢的人心动是一种不错的体验。事后山田看着那些舔狗恭迎小林，忍不住问他，用超能力让别人爱上自己真的会快乐吗？小林回答说，就算是假的我也很快乐。这个答案让在场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。画面一转，小雅得知山田可以复制超能力，大赞这简直是魔女探测器。他还提议让山田和全校女生接吻，从而轻松集齐所有魔女。山田被他的想法吓得直言要放弃找魔女的计划。此时白石慢慢说道，我希望你能继续帮助那些需要你援手的魔女。既然女神白石都开口了，山田只好答应了。看来面对喜欢的人，原则啥的都不算事儿。另一边，一个戴黑框眼镜的漫画少女突然出现在镜头前。学校里竟然有7个拥有不同能力的魔女。目前出现的有校花白石和学生会场候选人小林，他们的超能力都是通过接吻来启动的。有趣的是，山田能复制他最近吻过魔女的能力，这下好戏要上演了。这天，学渣山田在补习班遇到在画漫画的阿美。课后，山田好奇地抢过阿美的漫画手册，只看了几眼便被对方的画技震撼。突然间，阿美毫无征兆地吻了山田。山田惊恐地将此事告诉了超常现象研究会的成员。众人猜测阿美可能是第3个魔女。这时山田脑海里忽然响起阿美的声音，并被约了出去。原来阿美意外发现自己有超能力，
任何被他亲过的人都像加入了在线群聊，能够了解彼此的想法。这次，阿美听说山田补考成绩优异，希望按照父母的心愿考上医学系。他想通过心灵感应让山田帮他作弊。山田想着大家怀疑阿美是魔女的事情，他带阿美去超常现象研究会。山田在大家面前揭示了阿美是七魔女之一，并解释了自己高分的原因。白石用换身体的超能力帮忙替考。宫村和小雅这时打断了山田的解释，他们俩都亲吻了山田，还加了阿美的在线群聊。疯狂的小雅提出了个疯狂的想法，她要阿美和白石接吻，看看哪个魔女的超能力会盖过对方。高冷的白石拒绝了小雅的建议后，看向了山田。蓦然发现他看山田时多了一丝羞涩。老色鬼山田听到白石拒绝了小雅的提议，脑海里闪现白石和他热吻的画面，不自觉笑出了猪叫。接着大家忙起了正事。阿美和小林接吻实验后发现什么都没触发，小雅由此推断魔女之间的超能力无效，这意味着即便白石愿意和阿美互换身体替考也行不通。这时鬼主意多的宫村眼前一亮，自称能帮阿美和山田一起过补考。阿美兴奋极了，赶紧拿出自制曲奇招待大家，但这一吃反倒埋下了补考的祸根。次日补考，宫村的计划很简单，阿美用在线群聊的类似超能力在考场传题，宫村不用补考，负责接收和抄写考题，白石则在一旁解题，然后宫村把答案传给阿美和山田。计划很美好，现实却很残酷。阿美的曲奇直接让山田和宫村吃坏了肚子，两人成了喷射战士，考试以失败告终。考完试后，沮丧的阿美给大家讲了自己的故事，她心底里更喜欢画漫画，可惜的是妈妈希望阿美继承家族的医院，怕什么来什么。隔天老师就叫阿美妈去学校，老师直言阿美现在的成绩根本考不上医学系，希望她妈妈能给阿美换个专业。强势的阿美妈觉得老师完全没有看到阿美的努力，就随意下结论太草率了。此刻远程八卦的山田、宫村和小雅感知到阿美要放弃自己的梦想，特别着急。热心肠的山田实在忍不住，冲进教室把老师支开了，对着美妈来了个深情一吻，想传递心灵感应让美妈了解阿美的心思。美妈被这突然的吻吓一跳，反手把山田打倒在地。可惜即使现在的美妈能感应到阿美的心思，乖巧的阿美还是不敢透露自己的心声。这时白石走进教室，把贴有便签的画册还给了阿美。阿美小心翼翼地把便签收好，鼓起勇气向美妈展示了自己的漫画。原来便签上写满了鼓励的话，让阿美更坚定了成为漫画家的梦想。事情圆满结束后，大家都笑得很开心。这时美妈把曾得罪她的山田叫到一旁，然后霸气的壁咚给了山田一个热烈的吻。山田一吻之后仿佛瞬间虚脱，坐地久久无法平静。主角团的好意也得到了回报。阿美来到超常现象研究会，告诉大家她一次偶然机会亲到学妹诺亚的嘴唇后，却无法感应她的心声。大家猜测诺亚就是第4位魔女。为了搞清诺亚的超能力，山田独自去找她，一上来就一句老妹打破布。山田被诺亚拒绝后，和超常现象研究会的成员们一起分析诺亚的超能力。他通过之前的经历指出，魔女们的超能力与她们的过去息息相关。比如阿美无法表达真实想法，所以有了心电感应；小林渴望成为焦点，因此能俘获人心；而白石在学校被欺负，想变成别人，所以得到了身体互换的能力。那么诺亚一定也有隐藏的秘密。听完山田的分析后，宫村向大家透露了他从学生会那边调查到的信息。除了童星这个身份外，诺亚身上没有任何槽点或黑点。为此，山田恳求白石和自己互换身体，以女生的身份接近诺亚，继续调查。山田与白石互换身体成后，想见诺亚的双马尾和成名曲拉近距离，没想到反而激怒了他。在场的同学见状，纷纷劝山田适可而止。虽然任务没成功，但山田和小雅发现，为诺亚打抱不平的3人并非他的同班同学。经过宫村调查，大家了解到，这3人虽然来自不同班级，他们同时脱离原来的小团体，成为被班里孤立的群体。这时小林通知宫村回到学生会开紧急会议。一名女生被高空抛下的油漆弹击中，尽管只是同学间的恶作剧，但这是今年的第4起。学生会通过调查发现，受害者全都来自同一所初中，而现在只有诺亚一个人从那所初中升上来了。宫村提议把诺亚作为幕后黑手的怀疑对象。这学生会真是当起了名侦探柯南，操着当校长的心。宫村回到超常现象研究会后，把刚才开会的内容告诉了大家。于是保护诺亚为主，
抓幕后真凶为辅的行动开始了。白石和山田回教室时，有陌生同学告诉他们，诺亚在天台等白石。两人对视一笑，迅速冲向天台，却遭到了油漆水弹的袭击。白石飞身一跃，踢爆了油漆水弹。其实白石和山田早就预料到危险，提前交换了身体。谁也没想到，制作油漆水弹的幕后主使，竟是3位替诺亚出头的同学。为了查明恶作剧的真相和诺亚的超能力，山田等人软硬兼施，终于从3人口中套出了实情。童星出身的诺亚刚上初中时，被同学推选在文化节上演唱成名曲，却在表演途中被泼了一身油漆。自从那首成名曲成了诺亚的心理阴影，与诺亚接吻就能看见他的过去。因此有3个同学因为各自的阴影，渐渐和诺亚成了互相安慰的好朋友。在知道诺亚的阴影后，3人决定以牙还牙，教训那些欺负诺亚的人。后来山田找到诺亚，指责他用卑鄙手段和朋友交心，说他自私的像个熊孩子，接着嘲讽道，谁没有过去？如果你总活在阴影里，就没法迎接未来。诺亚觉得山田这话只是因为他自己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为了让山田体会到阴影的痛苦，他主动吻了山田。诺亚吻了山田后，他陷入了恐慌。白石注意到山田情绪有变，就找他谈了心，然后知道了山田和阿朝的故事。以前关系很好的2人一起救了一个被混混欺负的女孩。女生担心学校会责怪自己教唆打架的事，于是串通阿朝把错全推给山田。事后阿朝没有任何解释，2人不再来往。镜头一转，诺亚走进学校礼堂，试着在舞台上重现他的成名曲。这一切刚好被聊心事的山田和白石撞见。为了帮诺亚克服心理阴影，多才多艺的白石主动提出给诺亚伴奏。看着舞台上发光的诺亚，山田想起了自己教育诺亚时说的话，转身跑出了礼堂。一路上，山田披着主角光环奔跑时，巧妙地解开了3人团的心结。之后山田找到了阿朝，希望2人一笔勾销往事的不愉快。接着山田问阿朝，之前他们救的那个女孩是不是小玲？看着阿朝手足无措的样子，山田立刻明白阿朝背叛的原因，是因为小玲的福星超能力。第2天，诺亚为了感谢山田等人帮自己走出阴影，给他们透露了一个惊天大消息。原来学生会办公室里藏着另一本魔女传说。知道这一切后，山田来到学生会办公室，却被一个女生挡住了。他预感到山田会遇到麻烦，提醒他注意。话还没讲完，山田就意外碰到了路过的女同学，被误认为流氓，惨遭18掌暴击。经历了玛利亚的精准预言，山田开始怀疑她是第5位魔女。但现在山田顾不上探究她的身份，他当务之急是找到魔女传说的下册。可惜东西没找到，山田被学生会会长老白当场抓住，罚山田到海滩捡垃圾。画面一转，山田在烈日下海滩捡垃圾。宫村打着监工的名义组织超长现象研究会来海滩团建，一起参与团建的还有魔女阿美和刚被男友甩的玛利亚。看到宫村身边美女如云，山田心里酸溜溜的。山田好不容易结束处罚，提议晚上一起去海滩吃烧烤放烟花，但被小雅否决。他制定了一系列的魔女养成训练。听到魔女2个字，玛利亚一脸迷茫。大家随即给他科普了7魔女的传说。山田这才想起之前猜测玛利亚是第5位魔女的事，玛利亚便顺着魔女的话题谈起了自己的经历。去年秋天，她突然发现亲吻别人后可以预见未来。一开始她对这种能力感到很兴奋，但在预知到和男友分手后，她决定不再接吻。尽管如此，玛利亚在国外长大，把接吻当成礼节。于是她在众人面前给山田一个临睡前的吻。结果2人遇见道白时会遇到血光之灾。从画面里散落的沙滩凉鞋来看，灾难似乎难以避免。2人认为只要白石离开海滩就没事了，可惜事情并没那么简单。玛利亚和山田接吻后，发现未来毫无改变。为了更精准了解事故的时间和地点，宫村提出了一个大胆计划。他让山田通过阿美的心电感应传递未来的画面给他，然后由天才漫画家阿美把画面画下来。宫村在阿美画的图像上看到一个电子屏显示着811的数字，推测这是时间或日期，想到明天就是8月11号。山田希望白石好好待在家，避免血光之灾。隔天，玛利亚再次使用超能力，发现未来还是没有变化，于是大家自然而然将811与时间联系在一起。宫村向名侦探柯南上身，发现了重大线索。他根据画上影子的长度推翻了811代表时间的说法。为了排除所有危险，大家决定先找到事发地点。在排查了学校所有楼道后，
他们找到了与画上相似的楼道，但没有找到电子屏。这时，乒乓球队的计数器带着电子屏走进教室，大家恍然大悟，将事发地点锁定在这个楼道。为了查明白石摔倒的真相，宫村猜想山田挨个亲吻乒乓球队的男生，就能看到事发当天的情况。想到白石的安危全靠自己，山田一咬牙直接动手。结果他亲遍了学生和老师，嘴都亲麻了，也没发现什么。无奈之下，宫村提议大家寸步不离地保护白石。白石不愿耽误大家的时间，连忙拒绝。山田霸气地说：“这事你听我的就行。”另一边，老白把宫村发来的山田海滩捡垃圾的照片拷进 U 盘，并用学生会会长的位置为诱饵，交代阿豪妥善处理这些照片。看起来老白从一开始就不打算轻易放过山田。隔天大雨淋湿的白石换上了之前落在超长现象研究会的衣服，看着这套和预知画面完全一样的衣服，大家心里都觉得一阵不安。该来的总会来，白石因为迫不及待见山田，结果不小心被篮球砸到，跌跌撞撞地滚下楼梯。幸好山田眼疾手快，一把抱住了白石。为了替白石挡伤，山田在那一刻完成了身体互换。山田这一举动改变了未来，两人最终平安无事。晚上大家为了庆祝白石躲过一劫，没心没肺的在操场放烟花。玛利亚触景生情，感慨万千。当年和男友分手，因为她预知未来见到男友遭难，却无能为力，所以玛利亚希望自己是普通人，能和爱人有普通的吻。听了玛利亚的话，山田担心白石也会因超能力而烦恼，拉着他谈心。虽然现在白石没有困扰，但他也坦白想当普通人，能与心上人亲吻。看到两人交谈，玛利亚和小雅感叹山田爱得不自知。第二天，山田问诺亚觉得拥有超能力烦不烦，毕竟只看到极阴暗的过去，不如其他魔女。诺亚突然想起魔女传说下册的内容，要消除超能力就得找魔女杀手。为了帮所有魔女消除超能力，山田让老白借魔女传说下册被拒绝，求人不成，山田决定硬抢，结果被怪力学姐干倒。这位怪力学姐是老白的贴身秘书兼护卫飞鸟。另一边，玛利亚告诉超常现象研究会成员，山田一听说魔女杀手能消除超能力，就冲去了学生会。听说山田独闯学生会，至今没回来。宫村急忙过去把他带出来。随后被五花大绑的山田计划跟飞鸟交换身体来脱困，结果一吻之后，没有成功交换的山田再次被飞鸟暴揍。这时，小林、阿朝和宫村一起走进学生会，见到孤男寡女衣衫不整共处一室，正值青春期的他们不免胡思乱想。回来超常现象研究会后，山田根据刚才与飞鸟接吻没有身体互换的情况，猜测飞鸟是第6位魔女。为了探究飞鸟的超能力，小雅这位超能力迷主动吻了山田，没想到山田一吻，小雅眼前就消失了。宫村猜测飞鸟的超能力是隐身。这时小林爆料，他猜飞鸟喜欢老白。小林曾想用俘获人心的超能力夺得学生会会长，被飞鸟撞见。飞鸟毫不客气地用怪力在小林身上留下了五指印。听到这儿，在场的男生丝毫不害怕，反而羡慕老白。原来飞鸟是全校男生的梦中情人。连中了俘获人心的阿朝也对飞鸟有幻想，这让小林气坏了。小林和阿朝走后，超常现象研究会成员还是决定把魔女传说下册偷出来。这次他们分头行动，宫村负责引诱老白离开学生会办公室，小雅和白石负责拖住飞鸟，山田则负责前进办公室偷走下册。计划开始后，小雅和白石在与飞鸟接触的过程中有了2个重要发现：一是两人根据飞鸟总是无条件替老白办事，验证了飞鸟喜欢老白的说法；二是明白了飞鸟拥有隐身超能力，是因为渴望躲避男生的目光。从小到大，飞鸟都因为颜值和身材遭到无数男生的骚扰。为了保护自己，飞鸟开始学习格斗和防身术，却被身边的人劝说女生就应该天生享受被男人保护的感觉。同为美女的白石非常理解飞鸟的感受，因为男生那种充满欲望与幻想的视线总是令人心烦。看来这就是美女的烦恼。另一边，山田前进学生会办公室的时候被阿豪撞个正着，为了摆脱这个麻烦，山田上来就是一脚飞踢。这时老白受够了宫村无厘头的纠缠，准备回办公室。听到动静的山田只好启用身体互换的超能力，借助阿豪的身体瞒天过海。之后老白无意间和手下们的对话暴露出了老白的坏心思，原来他一直都把飞鸟当成工具人。画面一转，白石根据刚刚行动中的发现做出了新的作战计划。飞鸟喜欢老白，一定也想和他接吻，但飞鸟碍于自己一接吻就会隐身的能力，迟迟无法如愿。
如果告诉他偷出魔女传说下册有机会变回普通人，飞鸟大概率会答应帮忙。事不宜迟，山田和白石决定交换身体去劝说飞鸟。这样一来，就算飞鸟对白石下狠手，山田也能够替白石承受皮肉之苦。山田换上白石的身体，试图说服飞鸟帮忙，结果一上来计划就失败了。飞鸟认为老白和其他下流的男生不同，对自己始终非常尊重，因此飞鸟宁愿牺牲变回普通人去恋爱的欲望，也要想帮老白实现继亲魔女的愿望。无奈的山田只好告诉飞鸟，老白只是把他当成了工具人。委屈的飞鸟回到学生会后，偷偷亲吻了熟睡中的老白。老白惊醒后依旧能够看到飞鸟，这让飞鸟和老白惊讶不已。为了验证飞鸟的超能力是否失效，老白完全不顾飞鸟的感受，让飞鸟与刚进门的阿豪接吻。发现阿豪依旧能够看到飞鸟，老白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再次亲了飞鸟，同时让飞鸟再次亲吻阿豪，结果飞鸟成功隐身。这一刻，老白突然明白自己就是传说中的魔女杀手，他能够凭借着亲吻夺走魔女的超能力。另一边，山田与白石换回身体后找到了玛利亚，因为自己没能找到魔女传说下册，无法帮他消除超能力，感到抱歉。玛利亚很感激山田为自己忙前忙后，又送上了一波香吻。这一回，他们看到阿豪成为了学生会会长，白石成为了会长秘书，脸上写满了委屈。看完这个景象，白石的依依笑深深牵动着山田的心。山田这才发现自己喜欢上了白石。此刻，小雅和白石发现山田先前在海滩捡垃圾的照片，被人 P 了偷内衣的照片放上了学校论坛，因为拍摄者是宫村，他们怀疑宫村是双面奸细。另一边，山田发现自己喜欢上了白石，感到既惊讶又兴奋。他独自在操场上练了一套哈拳，想用这种方式压抑对白石的感情。打完拳后，山田回到超常现象研究会，为了不被人看出他喜欢白石，刻意避开他。白石误以为山田知道了他的丑闻，无脸见人，忙上前安慰他。山田被这无厘头的安慰搞懵了，一问之下才知道自己被 PS 成了内衣贼。这时嫌疑人宫村回来了，面对大家莫名的孤立，宫村一脸迷茫。画面一转，学生会会长老白决定把会长位置传给找到第7位魔女的人，于是候选人宫村小林和阿豪都全力以赴。会议结束后，飞鸟记起山田提到老白只把他当工具，于是试探着问老白的看法。没想到渣男老白毫不避讳的反问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飞鸟不禁感到很失落。这时山田因为曾被阿朝背叛，不想在不清楚真相的情况下误会宫村，所以选择相信他。为了化解尴尬，山田装作没事人一样和宫村打闹，知道了宫村想找到第7位魔女，并成为学生会会长。山田说不管亲遍全校女生，他都会帮这个忙。山田还告诉宫村，他之前看到白石成为学生会会长阿豪的秘书后很委屈的样子，为了不让心爱的白石受伤，山田一定要帮宫村当上会长。二人找到了那本被撕毁的魔女传说上册，希望了解更多第7位魔女的情报。这次他们有了重要的发现，宫村用铅笔描出了之前抄写的文字，发现第7位魔女的超能力是擅长删除与魔女相关的记忆。这时宫村似乎想起了什么，身体突然挺得笔直。宫村向山田坦白了自己的秘密，原来宫村的姐姐丽娜一直对魔女传说充满兴趣，一手创办了专门调查魔女的超常现象研究会。去年某天，丽娜像是被人抹去了部分记忆，从此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劲，甚至连学校都不去了。为了弄清丽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宫村才加入了学生会调查魔女的事情。现在看来，娜姐或许是被第7位魔女亲吻过，才丢失了记忆。山田责怪宫村这么迟才跟他摊牌，宫村愧疚地承认了先前是自己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误会山田和白石是害姐姐失忆的那群人。直到一起经历这么多事情，他才渐渐卸下心防。接着宫村爆料老白之所以要用自己拍摄的照片搞事情，是想以此引发超常现象研究会的内定。另一边，一位撑着伞的少女找到了白石，她先前偷看到白石和山田互换身体的画面，拆穿了白石魔女的身份，同时自曝自己就是第7位魔女李花。李花严肃地询问白石是否知道消除超能力的方法，仍然毫无头绪的白石只是沉默着。画面一转，白石和小雅得知宫村的秘密后，为先前误会他是 P 图的幕后黑手感到抱歉。这时白石向众人交代了自己刚刚遇到了第7位魔女，紧接着众人找到了李花，还莫等李花开口，一阵风直接吹起了李花的裙摆，暴露了她不爱穿内裤的怪癖。此时的众人不知道李花的怪癖为之后的事情埋下了隐患，为了避免裙摆再次被吹起，
李花提议与众人回到超常现象研究会详谈。根据李花的讲述，众人得知丽娜失忆源自于和李花亲吻。接着李花继续爆料，当时她和丽娜找到魔女传说后，只是不小心撕毁了上册的一角，而魔女传说上下册一套是被老白带走的。这时宫村恍然大悟，这本被撕毁的魔女传说是老白故意放在超常现象研究会的，目的是借宫村的手找到所有魔女。根据李花接下来的回忆，众人很快在研究会的办公室里找到了被撕毁的部分，发现了只要集齐7位魔女就能实现所有愿望的秘密。然而许愿方法被记录在了魔女传说的下册。正当众人为偷取魔女传说下册犯愁的时候，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。白石从遗落在门口的信封里掏出了他们心心念念的魔女传说下册。原来这一切多亏了飞鸟，是他暗自将魔女传说下册偷了出来，送给了超常现象研究会。了解到具体的许愿方法后，白石提议可以许愿消除所有魔女的超能力。事不宜迟，白石和山田开始召集所有魔女。19号晚上去被封锁的教室共同许愿，让超能力消失。而小林这头，他担心超能力消失后自己会失去现在的女神地位，他询问阿朝道：如果没有俘获人心的超能力，你还会喜欢我吗？阿朝为了表明自己的忠心，提议现在就解除自己身上的超能力。眼看阿朝就要吻上来，还没准备好的小林吓得落荒而逃。转眼到了19号晚上，众人聚集在被封锁的教室里进行许愿前最后的演练。这时阿朝带着纠结的小林走进了教室，7魔女就只剩飞鸟了。距离许愿时间还剩最后30分钟，飞鸟和老白现身在了教室里。老白对许愿这事似乎另有打算，扬言自己可以用魔女杀手的身份帮魔女们消除超能力。飞鸟无法忍受老白利益至上的嘴脸，生气地跑了。老白见状追上去，又是一顿连哄带骗，希望飞鸟在最后关头帮助自己一把。失望大过于期望的飞鸟不再相信老白，果断加入了魔女的队伍。许愿开始，魔女们一遍遍重复着咒语，期待着奇迹的发生。没想到关键时刻，李花一句早知道夜深会冷就穿内裤的玩笑话被当成愿望实现了，这不禁让众人绝望至极。正当众人指责李花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时候，宫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，那就是让复制者山田和老白接吻。这样一来，山田就能复制老白魔女杀手的能力，成为能够消除超能力的人，老白则会彻底失去魔女杀手的能力。接下来山田再和每个魔女接吻，从而彻底消除魔女们的超能力。这一刻，山田就像是全村的希望，被赋予了所有期待。隔天，山田打算暴力夺吻的时候，被飞鸟拦了下来。老白误以为飞鸟对自己余情未了，希望飞鸟能够与全校师生接吻，从而在人群中彻底隐身，继续为不再是会长的自己提供情报。听到这样无理的要求，积怨已久的飞鸟反手就是一个过肩摔。山田成功复制了老白魔女杀手的能力后，回到了超常现象研究会。这时宫村和小雅告诉山田，删除记忆这个超能力对魔女杀手和魔女复制者通用，也就是说，如果山田与李花亲吻后将失去这段时间的记忆。山田认为与帮助魔女消除超能力相比，自己失忆只是小事，毕竟作为学渣的自己能为大家做的事情并不多。听完山田的心里话，超常现象研究会的其他成员决定无条件支持山田，就算山田真的失忆了，他们也会想尽办法帮他恢复记忆。为了给山田和白石留有充分的独处时间，宫村和小雅主动承担起了召集其他魔女的工作。两人走后，尴尬的山田决定先替白石消除超能力。白石询问山田道：如果我没有超能力了，是不是就不能和你接吻了？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反应迟钝的山田竟然还调侃白石，要找个喜欢的人普普通通的接吻。白石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稀里糊涂的与山田完成了这一吻。紧接着山田秒变日版韦小宝，逐一亲吻了其他魔女，消除了他们身上的超能力。在亲吻李花前，山田承诺着就算自己忘记了一切也会努力想起来。之后的日子里，山田还是一副玩世不恭的状态，在校园里游荡。那些曾经与他有过交集的魔女都有了自己的生活。小林虽然失去了俘获人心的超能力，但她俘获了阿朝的心。玛利亚终于可以像普通女孩子一样和男友卿卿我我。而前学生会会长老白虽然一无所有，但痴情的飞鸟依旧愿意陪伴他到很久很久以后。而山田和白石那段互换身体的故事将永远记录在阿美的漫画里。这天课间，白石向宫村和小雅坦白了自己对山游的喜欢。他很后悔在山田失去记忆前，自己因为害怕被山田拒绝，没有向山田告白。作为旁观者的小雅忍不住告诉白石，山田一直都很喜欢你。在小雅的助攻下，白石找到山田上来，就是一句我喜欢你。从与你身体互换的那天开始，
眼看一头雾水的山田离开了教室，白石没有放弃，直接追了上去。没想到再次与山田一起摔下了楼梯。这一摔，山田脑海里闪过了无数次与白石接吻的画面，确认过眼神。白石含着泪对着已经恢复记忆的山田说道：“欢迎回来。”此刻无需太多的表白，一切都在山田和白石甜甜蜜蜜的拥吻里。之后，超长现象研究会成员再聚首，4人重新将整套的魔女传说放进那间被封锁的教室。全剧终。虽然这部剧中不乏 bug， 但丝毫不影响这部剧猎奇搞笑的设定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